Hello，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期的视频呢，我准备的有一点点晚，因为上个星期呢，我有2门考试。当然了，也是因为我自己有一点点懈怠的缘故。上个星期我妈妈发微信给我，跟我讲，因为我长时间都不在上海，所以呢，她和我爸决定，想把我家的车给卖了。我当时看到这个微信的时候呢，我心里觉得我是不愿意把我家的车卖了的。不过我后来想一想呢，我觉得我爸妈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一直不在上海，然后我用不着车。我爸爸呢也是很少才会要开一次车，我妈妈呢不会开车，所以就是家里的车一直放在车库里面。那每一年呢要交保险费啊，要交年检费，也是一大笔费用。那如果把车卖了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把家里的车库不是卖出去，是租出去。这样的话就是还可以就是给家里有一份补贴这样子。那我当然知道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心里就是不太愿意。其实呢，我倒不是心疼我家的车，我是舍不得那个上海车牌。你们知道现在一块上海车牌有多难拍吗？我为什么用拍这个动词呢？是因为在上海你要一块车牌的话，你是需要竞拍的，每个月竞拍一次。然后因为现在呢，想要开车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车牌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我听说上个月，一块上海车牌的价格呢是在9.2万，这是一个平均价格。也就是说，有的人拍到的可能是比9.2万要贵一些，有些人呢拍到的是要比9.2万稍微低一些，一个平均价格是9.2万。但是并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得到上海车牌的，因为竞拍上海车牌是需要一点运气和技术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了车，然后好几个月都没有拍到车牌，所以呢，他就不得不去找黄牛，就是那些黄牛呢是可能经常帮别人竞拍这个车牌，所以呢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他不得不请黄牛去拍。你知道请黄牛拍车牌的价格是多少吗？基本上都是上千元到1万元左右。所以这个代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黄牛是什么意思呢？黄牛就是那些把门票或者是一些很紧俏的商品低价买回来，然后再高价出售的那些人，我们把他们称为黄牛。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们叫做黄牛，但是那样一群人，我们就是说他们是黄牛。那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朋友送给我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但是呢我不想去看那个演唱会，因为我不感兴趣，所以呢我就想把它卖掉。但是票子是不能退的，那怎么办呢？我只能把票子卖给黄牛。就比如说这张演唱会门票的票面价值是500块钱，那我可能卖给黄牛呢是200块钱，然后黄牛呢再把这张票子以300块或者400块的价格卖给那些想要的人。那如果这个演唱会是非常非常紧俏的，或者是非常难买到票的，那黄牛甚至于可以以比票面价格更高的价钱卖给那些非常想要看的人。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倒卖的过程。那这些人呢，我们就叫黄牛。我们再回到上海车牌这件事情。上海车牌呢又叫沪牌。你们知道就是上海的一个简称就是称为沪，所以呢就是上海牌照我们又叫沪牌。那我就在思考自己为什么就是那么舍不得这个沪牌呢？
一开始呢，我认为自己是这样想的，就是如果万一以后我回到上海，我想开车，那我可能买辆车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拍到一张上海牌照，那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呢，我就想，就是是不是把那张牌照留在身边会比较容易一点。但是事实上呢，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可能你选择打车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在某些情况下真的是更加方便、更加便捷、更加省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知道上海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城市，然后上海的交通呢也真的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的时候，路上非常非常的堵。那比如说在上海，如果我去公司上班，我乘地铁需要1个小时左右。上海非常大，1个小时上班基本上是正常的。然后呢，但是如果我是开车去上班的话，那我竟然需要1个半小时。所以说，我上班从来是不开车的，因为真的是太不划算了。而且你在上海开车，你需要随时随地都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因为车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你们知道，上海的停车，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因为现在车很多，然后很多地方其实又规定是不能停车的，然后呢，你要找一个停车位，非常困难。就算你找到了那个停车位，如果你停1天的话，价钱也是非常高。所以呢，很多时候在上海开车其实是也一个花费又大，然后又劳心劳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舍不得那张沪牌呢？我后来就是反省我自己，我是觉得我自己是好像觉得有一张沪牌就有某种优越感，就好像你们大家都想要的东西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有些人他想要有豪宅，想要有名车，然后穿衣服想要穿名牌，背包想要背名牌包，这样就是好像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某种自豪感吧，或者是给他带来某种价值感。就是别人会觉得哇，你有这个有那个，好像你很了不起的样子。但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你到底需不需要呢？这可能反倒成为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就是豪车、豪宅、上海的牌照、名牌的衣服、名牌的包、名牌的鞋子，这些东西你到底需要吗？可能是别人觉得这些东西有价值，你才觉得这些东西有价值。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我以前看过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一本书，这个作家的名字叫阿兰·德波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他写的这本书叫身份的焦虑。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就讲到了一个人的价值问题。那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是不是别人觉得有价值的，你才觉得有价值？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人为什么会有身份的焦虑呢？就是因为我们就很多人都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下，就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下，而丧失了自己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认可，或者他们并不知道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或者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呢，就是我想想自己其实也蛮可笑的。然后上海车牌我真的需要吗？别人需要的东西我就需要吗？其实真的是就事实真的不是这样的。那想到这一点，我自己也就释然了。反正现在我爸已经把我家的车卖了，然后那张沪牌呢也会在下个月竞拍。那竞拍到时候会竞拍到多少钱呢？我可能会在下期的视频里面告诉你们，因为
我爸妈现在估计呢，可能可以拍到9万块钱，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看一下，就是会拍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那从现在开始呢，其实我就是一个没有上海牌照的人了，但是我还是我，没有任何的改变。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记得给我点赞，然后分享我的视频给其他想要学习中文的朋友。还有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也是我每一期都更新视频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谢谢你们，我们下次再见。